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王养花的频道。今天老王浅谈一下多肉的梗。养肉有一段时间了，从品种繁多的景天到底蕴深厚的12，从叶片夜叉到多头老庄，期间与人探讨过，与人争辩过，结交了不少朋友，积累了不少经验。今天分享一下自己对于根系的一些理解，希望能帮助新手少走些弯路，如有不足之处，欢迎指导。1. 何为根？根是植物的营养器官，通常位于地表下面，负责吸收土壤里面的水分及溶解其中的无机盐，并且具有支持、繁殖、贮存合成有机物质的作用。俗话说得好，根好一切都好，良好的根系给肉的生长带来的效率是非常显著的。相反，如果根系不好，可能会给肉带来失水、黑腐、营养不良等多种不良症状，后果也很严重。有了这个概念作为基础，相信大家也对根的地位有所改观了吧。2. 如何发根？对于很多新手朋友来说，景天这一个大家族，品种繁多，虽都亮丽多彩，但很多品种价格也是居高不下。于是有一些对自己的技术信心不大的朋友，选择退而求其次，购买一些贵货的叶片或者砍头来饲养。那么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发根。相信每一个养肉人都与根有着一些说不完的故事，经常听见一些新手朋友抱怨，怎么发根那么难呀？我心想，其实发根并不难，觉得难是因为你不了解它们。我曾经对一些向我请教的朋友说过，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颗肉，从它的角度出发去思考，就一定能养好肉了。那么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。想象你是一片多肉叶片，静静地躺在地上，没有母猪输送养分，没有根系提供营养，你觉得嘴唇干燥的像着了火一样，你拼命地呼吸，但是每呼出一口气，你体内的水分就随着空气流失出去，每呼出一口气，你就更虚弱一点。随着温度上升，你意识逐渐变得模糊，就在即将失去意识的那一刻，你选择将身体尘封起来，新陈代谢被降到最低，屏气凝神，几乎不与外界做空气交换，将最后一丝水分牢牢锁在体内，接着你就昏睡了过去。在梦中，你发现自己在不停地朝着黑暗走过去，走着走着，突然你嗅到了一种熟悉的味道。是谁？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味道，猛地，你从睡梦中醒来，大口深吸着空气，这是生命的气息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应该也已经明白了吧？对于发根来说，较关键的因素是空气湿度，至于是用什么介质，是不是要浇水，这些都不是影响肉发根的主要因素。我经常会和朋友说笑，我家用的是瓷砖发根法，其实是因为我家的湿度已经达到了 90% 以上，所以无论放在什么地方，根都能轻松发出来。很多朋友会说，我对着叶叉叶片喷水，好像也会加快发根的速度。我的建议是，最好不要直接对着叶子喷水，喷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会间接增加周围环境的湿度，但是也会变成细菌滋生的温床，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常在喷水之后几天，叶子就化雪的缘故。如果家里湿度不够高，可以选择自己制作一个潮而不湿的闷养环境，可以选取一个塑料打包盒，或者在网上购买育苗盒，在底上铺上一层颗粒土，建议使用赤玉土，无菌，然后将土弄到潮而不湿后，将叶片放置在上面即可。最后用戳了孔的保鲜膜或者自带的盖子盖上，做成密闭空间。这样一来，湿度被封在这个空间里，不出几天，小叶子就会冒出根来了。为了防止霉菌滋生，建议每天透气2小时。3. 根发出来后就没事了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叶片或者砍头出来的根多是紫红色或者粉白色的气根，如上文所说，这样的气根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生的，只能吸收少量湿气，而这些湿气对于肉生长所需的养分来说是远远不够的。那么在这里我就引入一个新概念，根毛。根毛的数量很多，集中生于根尖的一定区域，主要位于根尖的成熟区，形成根毛区，是吸收水分和无机盐的主要部位。根毛细胞的壁很薄，细胞质紧贴细胞壁，
中央是大叶泡，细胞和随根毛的生长而逐渐移到它的末端。根毛对湿度的变化非常敏感，在湿润的环境中数目很多，在淹水的情况下很少，在干旱的土壤中则不能发育。根毛的寿命很短，仅能生活几天，一般不超过2至3周，自行枯萎脱落。随着生长区细胞的生长和细胞的向后延伸，在新的部位又生出新的根毛，因此在根间始终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毛区。根毛的存在增加了根的吸收面积，它 H 还能分泌多种物质，如有机酸等，使土壤中难于溶解的盐类溶解，成为容易被植物吸收的养分。根毛是由成熟区的表皮细胞向外凸起形成的，衰老的根毛不断的脱离，新的根毛不断的产生，大大增加了成熟区表皮细胞的吸收面积。相信细心的朋友一定见过根毛，但是稍有疏忽就会把它当作霉菌看待。其实它才是多肉生长的好帮手，就是因为它的存在，那些发蔫皱起来的叶子才能在一夜之间变得饱满而圆润。以上就是浅谈多肉的根。如果你有养护多肉的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